传输量每22小时超过1亿次，但随后被从机架中取出。大名鼎鼎的小花洋子从演员阵容中取出。在拍摄《白蛇传》的时候，首席经历了一次非常偏头痛的事情，至少任嘉伦很不情愿和杨紫拍吻戏。事实上，第一个冠军是周冬雨开始的，但周冬雨觉得自己并不理想，因为她看到了巨大的乐趣。等周冬雨不演白瑶瑶之后，首领就可以开始重新选人了。演技大、合情合理的小花少之又少，所以首领第一时间就考虑到了饰演青云之的杨紫。杨紫看了之后很是喜欢，一言不发地答应了下来。不过，就在勇敢女子的决定确定下来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丢脸的事，至少任嘉伦不会和杨紫拍吻戏。发现《白蛇传》说是人妖虐恋的技术，亲吻戏还是一大堆。任嘉伦不说解释，就直接问任嘉伦。等到受不了去急诊室，首领明白任嘉伦根本就没有延迟晋级的意思，担心会传染给自己。杨紫，这就是我宁愿不拍吻戏的原因。这条《白蛇传》被任嘉伦连续射进了群里。大唐大帝才半个月大，便转过头，再次加入了白蛇小队。任嘉伦还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拍摄《白蛇传》特别辛苦。然而，就是这样一场集结了无数人的热血的节目，却在下架后不久就被拆掉了架子。杨紫万万没想到，他和任嘉伦会闹出事来。不应该生气的人。自《天堂白蛇传》上线以来，22小时内传输量突破1亿，并以每天1亿的速度发展。不过，这样的信息却让一些资本苦不堪言。之前赵雅芝饰演的白娘子朱玉，很多人都对《白蛇传》说不抱任何希望，但杨紫却永远不会灰心。伴随着观剧心态的众多观者根本停不下来。这本来还算是满足，但应该是这样的。这部剧立刻引发了对法海关系剧情的讨论，大众评价越做越大，直接被当局下架了。不过完全期待神父在电视剧中有深刻的表现。《天龙八部》的虚竹的台词很深奥，你凭什么干脆把白蛇的传说给毁了？问号。有人猜测，可能是因为这部剧的呈现太棒了，传播的点数不胜数，一直是评价的老大，这使得同时播出的剧极有很大的优势。紧急情况，所以利用了法海情的情节，大吵了一架。不过这不是还第一蕊的戏被拆架的时候，任嘉伦的大唐伟业也被下架修改。好在后来又重新送来了，但这同样让任嘉伦失去了极大的兴趣。连续2场的节目都去掉了架子，从侧面也反映了机构的广告能力缺失，可以打扰努力拍摄的艺人。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思维过程都是解释吗？欢瑞对杨紫有多可怕？拍《白蛇传》，杨紫哭的眼睛都瞪大了，可是横幅上却没有杨紫的身影。我需要说，这大量的任务确实令人困惑。杨紫饰演的白瑶瑶，分明是个有生命力的女强人，在旗帜中直截了当的看不出来。只是这一年，杨紫和环瑞的约定总算失效了。杨紫同样决定不恢复约定，只是说在O11向自己的伟大人生致敬和欢呼的时候，却有刺耳的声音在说杨紫吃力不讨好。几乎没有人知道杨紫完成了相当长的时间，环蕊给杨紫演了4场，青云之的戏被剪到只有200分钟，飞蛇球传奇明显限制了很多，直截了当。杨紫被标记了只有环瑞能打，还有杨紫同样被排除在演员阵容中，但真实情况是，杨紫是由神兽球编剧极力推荐的。这部为杨紫准备了很久的节目，能拿到的沉香如碎块是杨紫饰演的男主角。杨紫的余生，如果不是太麻烦，促使她不同的作品最终都是陌生的戏剧化。好在杨紫的约定终于失效了，更何况离开了组织的杨紫也一直在声援。主要节目控制了大型创作长相思。节目热播后，杨紫目前是媒体圈里有名的小花旦。我接受她会带来更多仁慈的行为，你怎么看？02杨紫诚以沉香如片凄剧精彩，带你领悟爱情，字字伤人。沉香残花，沉香种花的虐恋，涵盖了3个日常生活，3个生活非常令人振奋。今年年中，
重振优酷春晚播出的可验证记录的梦幻综艺节目《沉香如碎片》，沉香种花改编自情感作家苏沫的作品《沉香如碎片》。节目重现了前作敏感又曲折的爱情，让众人对感情有了另一种理解。不如跟着经理一起来看看吧。如果爱可以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被约束，那就不能称为爱。沉香如屑。一开始，周与女燕丹通过程意的表演相遇，展开了一场有趣的仙侠任务。在技术过程中，两人找回了他们被遗忘的过去的回忆。弹离仙子在他们身上纠缠的失望与爱情的千年循环，有没有选择？纵然明了这样的缘分，你还是深有牵挂。如果你可以操纵你的情绪，你就不能把它命名为情绪。情绪不再使人发疯，但人性的弱点会使泥潭中的人发疯。杨紫在《沉香如屑》中饰演女主颜丹。剧中，因为从仙女国际到冥界的爱情，她900年都不能放过诚意。对感情的执着和追求，让目标市场体验苦恼，甚至最终错位。双鬓却仍坚持施虐受虐，为了让目标市场忍不住哭。都说爱情是盲目的，现在感情本身已经不能让人疯狂，但是人性的弱点会让那个人陷入泥潭之中，简直是疯了。他甚至更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你有没有这样珍惜过一个人？想要被珍惜的经历是什么？是酸的还是甜的？真正的创造者苏沫在书中定义：你有没有这样珍惜过一个人？你有没有等过一个如此忍耐的人？现在这个国际上可能没有人不爱他，而是只是他平时一直是我根本不认识的，好像有一个人这么了解他，从头到尾都忽略了他，从头到尾都忽略了。国际上最可悲的问题是全心全意地追求一个问题。与杨紫相比，程毅曾经进行过虐恋剧。诛仙青云志、琉璃长安诺、郁君松中的人物都爱得吐血。然而，现在已经不再是最悲哀的了。这个国际赛上最悲哀的事情是全心全意地追求一个问题，但最终他离开始越来越远。显然我需要更接近，之后他越来越近，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他只是飘走了。就像这块沉香木，其实我已经把它烧成碎屑了，可能连炉灶都没有了。沉香如屑的正宗称呼是沉香如屑，沉香种。如此诗意的呼唤，犹如张爱玲笔下的沉香认定主人公，然而内容深刻却又独树一帜。沉香如碎屑的呼唤开头就是这一段，把整片沉香放进去，一点点火花，它就会燃烧。它现在不再阻止，直到它燃烧成伟大的面包屑，然后用全新的碎片更新它，继续燃烧。但是沉香木就像面包屑一样，你怎么操作它？炉子棒不能再点燃了。就像这块沉香木一样，我已经把它烧掉了，变成大块的面包屑，现在可能连一块壁炉都没有了。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为不关心自己的人接受炉灶和饮水，但他们并不关心为自己接受炉灶和饮水的人。在沉香如屑剧中，杨紫不再犹豫，用自己一二的心来对付程毅，却违背了天地间的爱情禁锢，意外展开了一段虐恋。跨越三生，人的每一种情绪都在水中，不关心为自己受炉火烧水的人。现在他根本不需要关心他，与其追问一个连他自己都看不出来的男人到底爱惜自己什么样的男人，倒是更高，干脆离去，会间断情丝。看剧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但经过长时间的观看，这个故事逐渐成为他们的个人故事。沉香如屑在网络上名扬四海，看陈列的目标市场深为关注，主要是杨紫的剧内泪腺上扬。生活不就是这样吗？那些演了很多戏的演员真的明白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他们仍然关心剧中的事情。看剧的人真的明白这不是他们的个人故事，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寻找，这个故事已经逐渐成为你的个人故事。算不上你学习一个真正合适的显示器的方式，它教会了人类现在不再孤独。75000人，肖战断层获得白月光称号。近日，肖战的过错获得了白月光的认同。75000人的选择引起了互联网的大讨论，
主要是一些大牌的超级名人粉丝，因为这次选择不是在闭门造车，现在不再是空谈。完整的技术持续了20多天，为了这个身份最终诞生。这一切都取决于网民的选择和网民的好恶。幕后并没有什么三庆动作，所以这种轻松直接的结局肯定能传遍大家。总之，输赢全看你的能力。而这一次，肖战凭借75000人的选拔，凭借过错获得了白月光的称号。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似乎不是一个大品种。毕竟人类还不到10万人，还有什么好幸灾乐祸的呢？是的，现在不再是10万人，最简单的是75000。但是，只要你从独一无二的角度去研究问题，那就是另一种解释了。在远少于10万人使用的情况下，你可能很容易白月光的过错获得了白月光的称号，也是相当震撼。不知道谁穿着皇帝的新装。说起来，这是来自某平台的星愿计划，是为了增加粉丝和明星的粘性而组织的活动。只要粉丝投票超过20天，票数最多的明星就能投票，获得独一无二的独家曝光点。在众多明星粉丝眼中，这无疑是一个增加自己偶像影响力的特殊活动，自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并愿意参与其中。无一例外，肖战的粉丝也包括在内。虽然很多人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比如小晶，但这并不妨碍一小部分粉丝注意到，而且非常默契，马上去做。最终，75000人奋战在紫禁城之巅，肖战的过错获得了白月光的称号。在这里，我为他们的努力鼓掌。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参与的明星和粉丝中，这7.5万人遥遥领先于后来者。举个简单的例子，排名第2和第3的明星的粉丝数分别是49000和45000。相比之下，肖战粉丝的参与人数直接关系到断层的存在，而这还是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活动、不号召大家参加这个活动的情况下。由此可以看出肖战的粉丝有多活跃，肖战的潜在粉丝数量有多少。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辰，或许印证了这句话。最后，让我们恭喜我们心中的白月光，同时也感谢为这次赛事默默坚持的无数粉丝。你也值得祝贺和赞赏，因为每个人，我们都坚不可摧。